她和老公准备回家过年，感觉有老公的陪伴非常的安心，靠在他的肩膀睡了过去。等他醒来，竟然碰到了原书的男主。男主女主都在这节车厢，他们一起返程。哎，也就是说男女主的返程时间都推后了？那是肯定的，只有男主返程，女主才有机会返程。也对。江庆准备回到座位上，不小心踩了一下他的脚。萧朝阳立刻大喊：能不能注意点？你踩到我了，没长眼睛吗？对不起，但你说话客气点，站在面前的男人可是本书的男主啊，竟然一点风度都没有，被踩到脚就和炸毛的鸡似的，张嘴就骂人。傅少铎看不过去，帮江庆说话，萧朝阳这才算了。系统，这个就是男主，毋庸置疑。江庆翻白眼，这个德性还能当男主，真不知道女主看上他什么。系统，把原书男女主的剧情给我说一遍。原书男主萧朝阳，女主魏晶晶。上辈子魏晶晶忍受不了乡下艰苦的生活，嫁给了当地农民张富贵，以为自己可以过上轻松的日子。不想没过几年知青大返城，魏晶晶因为结了婚没法返城，要一辈子留在农村，不到40岁就抑郁而死。所以女主是重生的。对，所以你穿过来的这本书叫做《重生70知青媳妇逆袭记》，明明白白写着女主是重生的。哦，那她重生后呢？为了改变命运，她开始有意接近萧朝阳，最后成为他的女朋友。1年后，两人结婚，有了孩子。改革开放后，魏晶晶靠着前世的记忆做起买卖，生意做得很大。她这辈子终于实现了上辈子临死前的愿望，拥有了成功的人生。但是刚才那些是原始剧情，现在因为你的侵入，导致很多剧情发生了变化。所以魏晶晶这次重生的时间点不再是刚下相识，而是跟张富贵已经私下里确定关系之后。魏晶晶重生后急于摆脱张富贵，很快和萧朝阳搅在一起。原来如此，上辈子原身夹在两个人中间搞破坏，这辈子我来了，以后和他俩不会再有任何交集，各自安好吧。他稍微侧过头看着傅少铎，这辈子我们好好过。这时魏晶晶走过来，坐在他们对面。魏晶晶看到傅少铎犯了花痴，一直盯着傅少铎看。系统，女主在犯什么花痴？魏晶晶估计也就是看两眼，毕竟男配傅少铎长得比男主帅那么多，不光长得比他帅，人也比他优秀好吗？这护犊子的语气，系统不敢吱声。在路上颠簸了3天，火车终于抵达终点站。他们一走出火车站，就看到来接站的大哥江德伟和大嫂于凤佳。小妹，一眼看到江庆，江德伟跑了过来，脸上是抑制不住的激动。江庆没法像他那么激动，毕竟在他眼里，眼前这个中年男人完全是个陌生人。大哥，怎么半年不见，和大哥都不亲了？大哥，我怎么可能和你不亲？我就是坐了太久火车，坐得头晕脑胀的，不舒服，咱们赶紧走，你回家去歇着。江庆很清楚地看到站在不远处的大嫂于凤佳翻了个白眼。走吧。他完全没有要和傅少铎打招呼的意思，就像是故意冷落他。江庆不乐意了。大哥，这是你妹夫傅少铎，打个招呼吧。大哥。江德伟这次没法再无视他，只能对他点点头，算是打过了招呼。江庆问系统，我怎么觉得江德伟不喜欢傅少铎呢？不要觉得，就是这样。当初原身吵着要嫁傅少铎的时候，反对最厉害的就是江德伟。他觉得傅少铎配不上他小妹，直到原身和傅少铎登了记，他也不肯承认。咦，怎么觉得这个当大哥的有着一颗老父亲的心，觉得自家这颗大白菜被猪给拱了？3个哥哥里，江德伟作为大哥是最宠你的。呵呵，所以大嫂看不惯。小妹，本来今天你2哥3哥也要来接你的，但他们都有事走不开。其实他对几个人来接一点感觉都没有，都是陌生人，来不来接都行。按照小妹性格，要是好不容易回一趟家，只有一个哥哥来接，不够隆重，肯定要发脾气的。眼下小妹不仅不发脾气，还压根不在意的样子，她是不是太生气了，准备憋着回家闹？不过忽的他想到他妈从东安农场回来后说小妹变化很大，整个人都懂事了，会不会是这个原因？大哥，我还是先跟少铎回他家吧，等安顿好了再回去看你们。你为啥不回家？同时他带着敌意看了傅少铎一眼。我现在结婚了，先去婆家有啥问题吗？我和你大嫂特意过来接你，你就这个样子。江庆，咱们先跟大哥回去，等晚点再去我家。傅少铎出来打圆场，江庆寻思来寻思去，还是别一开始就和娘家人闹僵，即便不想去，也得硬着头皮去。那好吧，咱们回去吧。这会儿江德伟的心情并没有因为小妹同意回家而高兴，他看得清清楚楚，小妹是因为傅少铎那句话才同意回家的。现在他竟然只听那个男人的话，自家大哥说话都不好使了。江德伟接过江庆手里的行李袋，拿在手里后，他板着脸指责傅少铎，这么沉的东西怎么能让小庆拿？把他累着怎么办？大哥，少铎手里好几个行李袋，他还怎么拿？这些行李里都是给你们带的东西，要不也不能这么沉。小妹居然知道给我们带东西，
这孩子真是长大了，懂事了，知道关心我们了。一旁的于凤家听说江庆给带了东西，明显吃了一惊。在农场待了半年，竟然转性了，还知道惦记着家里人了。小姑子那么抠的人，不会是带了几根苞米打发我们吧？为了今天接江庆回家，江德伟特意让部里的司机给出了一次车。看到停在前面的黑色轿车，江庆惊讶的不行。于凤家忽地叹口气，你大哥平时基本不麻烦部里的，能不用就不用。上次你侄子生病，都是骑自行车送去的，这回为了接你，破例了，不容易啊。酸溜溜的语气，江庆一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。不管于凤家乐不乐意，反正车是借来了，那就坐呗。傅少铎转头朝他看过来，轻柔的笑了下。江庆也笑了笑。极其陌生的环境里，因为有傅少铎在身边，他的一颗心才逐渐安定下来。她带老公回家过年，3个哥哥一直给她老公灌酒。她老公喝醉后把她推到墙上，她闭上了眼睛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，可是我刚刚才……走吧，上楼。妈今天请了假在家，一早就开始做饭了。家里还有谁啊？爸中午回来，不知道到家了没？那没事，大家有事就去忙，不用为了我特意跑一趟。江庆巴不得家里人越少越好。怎么能这么说？一走就是大半年，大家都盼着你能早点回来。你回来了，当然要第一时间过来看你。江庆没说话，余光瞥向于凤家。3个嫂子估计没人盼着我回来，表家金当然是离得越远越好。进了家门，一个约莫20出头的女人迎了上来。这应该就是二嫂吧？哎呀，小妹和妹夫回来了，快进来。葛明丽招呼着大家赶紧进去，态度比于凤家热情多了。小庆见到小女儿，詹玉敏激动地跑了过来，拉住江庆的手。她上下打量一番，还好没见瘦，要不妈真是担心。你们总给我邮东西，吃得好当然不会瘦。那点东西哪够？哥以前都是给你打牙祭的。詹玉敏看向傅少铎，上次在东安农场相处几天后，詹玉敏已经完全认可了这个女婿。赶紧的，凤家和明丽帮着收拾下行李，让你小妹和妹夫去洗手，等着马上开饭。詹玉敏使唤着2个儿媳妇，大嫂于凤家不情不愿地答应一声。江庆简单参观了家里，发现自己的房间比3哥2口子的大出那么多，不由对父母偏心的程度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，偏心偏到嘎吱窝了。客厅的饭桌上，饭菜已经上齐，可以开饭了。2哥江德恒和3哥江德亮2口子也一起回来了。妹夫一表人才，和小妹坐在一起真是男才女貌，谁看了都得说一声般配。他夸得过于刻意，江庆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那是你小妹眼光好，小父可真是个好孩子。詹玉敏夸完，桌上3个儿媳妇表情各异，大嫂撇嘴，二嫂就像没听到，三嫂笑了笑。江庆悄悄把3个嫂子的表情都观察了一遍，心里对这3个人大致有了数。爸怎么还不回来？不知道咋回事，德亮你咋没和你爸一起回来？车间有台设备坏了，爸正在抢修，得晚点回来。他说让咱们先吃。你这孩子，你爸说了让咱们先吃，你咋不早说？一家人在这儿等着。江庆看着这一幕，感觉他这个3哥好像很怕詹玉敏，可能是因为詹玉敏对他太严厉了。很快詹玉敏宣布开饭，大哥拿起一瓶啤酒放在傅少铎面前。江德伟的意图太明显了，明摆着想灌醉傅少铎。兄弟3个轮番举杯，挨个给傅少铎敬酒。江庆坐在旁边越看越不对劲，要不咱们喝白酒吧？大哥，我们今天才刚回来，太累了，你们少喝点，一会儿吃完饭我们要去休息了。难得今天高兴，当然要喝。小庆，你累了就回屋睡去，我们接着喝，是吧？小傅，大哥高兴，我多陪着喝几杯。江庆也没办法，便随他去了。你来我往，很快4个人喝完2斤白酒，江德伟却第一个喝趴下了，去老2口的屋子里躺着。行了，都别喝了，瞧你们大哥都喝成啥样了。小庆和小付今天刚回来，让他们回屋好好歇一歇，你们也回去吧。听詹玉敏说结束，2哥3哥带跑到卫生间吐去了。其实他们早就醉了，完全是在硬挺着。江庆想去扶傅少铎，傅少铎却对着他笑了笑，表示自己没喝醉，一个人走没问题。结果他还真就一个人走回了屋子。难道真的没喝醉？可是啤酒加白酒，江家3兄弟都喝倒了，他竟然没事，这得是啥酒量呀？我去给你冲杯蜂蜜水，解解酒。说完他刚要走，却见傅少铎身子一晃，险些摔倒。江庆吓了一跳，冲过去伸手想要扶住他。傅少铎，你后面的怎么了？还没来得及出口，傅少铎一把将他按在墙上。起来。江庆去推傅少铎时，才发现他刚刚还正常的脸色，现在已经酡红一片。这会儿的他明显醉得不轻，眼神迷离。江庆，他唤他，声音从未有过的温柔。这一刻，江庆感到心脏如擂鼓般狂跳，身体瞬间酥软下去。傅少铎突然撑起身体，低头看着江庆，视线如同呼吸一般灼热。我媳妇
真好看。他如呢喃般地说，然后慢慢低下头。江庆看着视野里俊朗的面孔不断放大，一颗心既羞怯又雀跃。他闭上眼，等待着预想中的那一刻。我想我会开始想念你。江庆只觉得肩头一沉，他睁开眼朝一侧看去，只见傅少铎倒在他身上，双眼紧闭，他竟然睡着了。江庆此刻心情无比复杂，呵呵，白激动了。就这，江庆把他扶到床上，离开了房间。客厅里，饭桌上的剩菜都撤了下去。二嫂葛明丽看见江庆出来，小傅怎么样？没事吧？我看他还行，应该没问题。那就好。葛明丽说完，进了厨房。江庆偏头往厨房看一眼，发现厨房里3个嫂子都在，便回屋里去拿给他们带的礼物。我看小妹这次回来比以前好多了，没发脾气，也没嚷嚷农场日子苦，真是让人没想到。我本来还以为她回来要大闹一场呢。这才刚回来，能看出来啥呀？你们不知道，我和他大哥特意去火车站接人，结果人家还不想回来，要直接去婆婆家。还有这回事？不能吧？我记得当初认亲的时候，小妹压根没看上傅家人，怎么可能要去那边？是真的，我是没想到他能跟幸福的过这么久。之前不还说要离婚吗？妈还特意跑过去一趟，后来怎么不离了？不是说他又不想离了？再说妈过去就是劝他的，或许是妈给劝好了。不知道，反正他想一出是一出，以前就这样，现在还这样。爸妈就是太宠他了，事事都让着他。好像大哥不让着似的。你有病，我招你惹你了？有能耐你去对付那个脚家精呀。于凤家是没惹他，可他就是想对他。每次看到他，魏彤心里都不舒服。她丈夫江德亮是老江家3个儿子中最没出息的一个，她老觉得全家人都看不上他们2口子，觉得他和江德亮没本事。每次家庭聚会都是魏彤最难受的时候。